好，各位同学好哈，我们今天带来的题目呢是，你是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哈，然后我们职涯其实在发展上来讲都会有一些关键点哈。那非凡是我本名啊，我这个还蛮好记的哈。那因为大家是生活艺术嘛，所以等一下中间我们再来穿插一些跟比如说艺术啦或跟设计有关的。那今天其实有很多同学他可能在生活艺术或者是相关的设计领域，好，他想要做自己的个人品牌，或者是说你们是进修部本来就有在工作。甚至是已经在创业也说不定。那你如何去把自己的职涯规划这一条路发展得好？那也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些重点哈。那我们今天课程一样是到8点嘛，所以那个中间的话我们就不休息。然后呢，等一下会有一个实作，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好，进行一个小分组。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应该有40人左右哈。所以等一下，老师，我们这个本来就有分组吗？嘿，好，那没关系哈，那我们就是以现场的同学为主哈。好，下一页，好，再来。好，首先呢，就是我创办了一个品牌哈，那叫做非凡研视所。那这件事情呢，是源自于我是命理老师。好，我是一个算命的老师，那同时间也是大学企管系的老师。好，所以我把这2件事情合在一起的。那我把这个品牌呢，注入了一些观念，比如说适己而行，然后呢伺机而动。那我希望呢，所有跟我这个品牌或是跟我本人接触的，不论是客人也好啦，或者是亲朋好友也好，他们都有办法去认识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然后甚至呢，他可能会来找我算命嘛。那算命的过程当中，他知道哪一年哪个时机点他适合转职或适合创业，甚至他适合结婚生子。那所以他的这个人生的规划上面来讲，就会比较清楚。好，那这个小树这棵智慧树蛮有趣的。我跟我的设计师讨论啊，我说，我希望带给大家不要那么刻板的命理印象。那老师，你设计老师能不能帮我去想一想？那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个调性好了。我希望说大家可能会能够来到我这边呢，就获得一些解决的方案。所以呢，我的设计师他就告诉我说，那不如我们以问号为出发点好了。所以这棵树旁边呢有一个问号。那大家呢来找老师算命，或者是甚至是找我们在学校上课，其实都还是会有想要了解的事情。所以这个问号本身就是一个出发点。那这个问号出发点呢，等到你可以收集很多资讯甚至于你自己自我精进、自我了解之后，你的智慧就会增长。那所以这一棵智慧树就这样长出来了哈。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呢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啊。当然，等一下呢，都还会再把这个部分呢，在我的整个简报过程当中呢，让大家比较细细能够去体会。好，下一页。好，那我这边呢也要提供个观念哈。很多人来找算命老师，他都会告诉我说，老师啊，我能不能就是克服命运啊？我的命盘如果长这个样子，那我天生就没有救了吗？好，这是每个人一生当中的大哉问，甚至非常爱算命啊，非常去看那些星座啦、占卜啦、身心灵的书，可能有些人都有这样的疑惑。那于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的观念会影响行为。今天你的观念没有改，你的行为也不会跟着改。所以一切源自于你的观念。那大家今天来到学校上课，你不外乎就是想要了解我有些观念搞不好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我有些观念是没有精进的，甚至是不够多的，所以我才这边来学习。好，甚至跟你的同侪一起互相学习。所以观念有改，你的行为就跟着改。那你的观念有改之后，行为跟着改之后，你的命盘的缺点就会被避掉。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个缺点只会一直浮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很简单，有些人就问说，老师，那个改名啊，台湾人最喜欢改名字改名字我会不会就改了个运势啊？我算命的这个范围是八字跟姓名学那姓名学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流派。有些流派告诉你说，你应该生命当中缺水，所以你的姓名上面就要补点水你的生肖是属兔的，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草字头等等之类的。好，那个是一个流派。
那我这边的流派呢是跟风水比较有关系的。那我们流派是告诉大家说，不需要改名字，不需要改名字，你只要把你的观念改掉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命盘就是出去外面会得到好处，会得到贵人，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躺在房间躺平？你只要观念一改，马上出去就遇到贵人了。可是如果你今天的观念觉得我还是待在我的舒适圈最好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永远遇不到你命中的那些贵人。好，所以改观念不如改名字啦，好，或者是改什么命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如去改你的观念。好，那再来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科普哈。为什么我刚刚说不太建议改名字哈？因为我们这个学派是说，你改个名字，你的10年大运就要再走一轮。好，那大家有些人搞不好比较精通这个星座啦，或者是算命风水的哈。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都会有所谓的大运。好，除了每一年要算流年之外，还会有一个10年的大运。你今天的旧名字呢，好，每10年会走一波。你改了一个新名字，你要等新名字发酵，你要等10年。你要等了10年之后，你的新名字的那些好处，你才拿得到。那你有多少10年可以等？如果你小时候改的话没有关系，那小时候生活比较单纯，你不就是吃饭、睡觉跟读书嘛，比较单纯。如果你小时候改的话也还不错，暂时就避掉了。但是如果你是长到一个年纪了啊，比如说20-30岁，你有多少的10年在改名字？这边就举一个笑话哈，前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那个某个寿司店说，你只要把名字里面有鲑鱼的话，就可以让你鲑鱼寿司吃到饱。对吧？鲑鱼之乱，就一堆人他去改名字了，对不对？好，除了那个理性来讲，你身份证一生当中不过就换个2次，然后你如果改完了，你就没得换了，你一生当中就要叫做鲑鱼。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改成什么某某鲑鱼好了，林鲑鱼、陈鲑鱼好了，你一改了那个当下，你的10年大运要重新再走一次。那等到你全10年走完之后，你的这个陈鲑鱼啊的好处，你才会真正的拿到。所以你人生哪有那么多10年可以走，对不对？可以浪费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你还是要改个观念就好了。观念一改，你的行为跟着改，你的整个命盘的好处就会拿得到。那这个10年的大运这个部分当然是比较细节啦，这就不是今天的重点，只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每一个你说在命理上面来讲，或玄学上面来讲好了，有一些东西它是背后是有副作用的。它也会有替代性的，所以不见得那会是最好的方案。所有最好的方案都源自于你自己，只要你自己第一个长得好，第二个脑袋清楚，第三个你又完全认识自己，第四个你还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边，然后缺点把它避掉，其实你就无敌了。这也是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观念。好，下一页。好，这是我哈。那我本身呢，有一些资历是在学校授课。那我在实践大学企管系也有创新创业的课程哈。这个是日间部的课，那通常要开在大四的这个管院的课程里面。所以来修我的课的不外乎就是大3跟大4的同学。那他们可能是对创业有兴趣，所以有时候是企管系、财经系，然后应外系，甚至是资管系都会来修。那我同时在其他的大学呢，也有在企管系或者行销系相关去做授课。那我很简单，我算命这件事情不跟你讲玄学，讲玄学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好，我讲的是说你如何去设定你的目标，然后搭配管理这件事情，让你的这个人生规划呢是有进程的，甚至是你比较有步骤去完成的。好，我们常说企业管理就是把这个企业打理好。那人生呢？人生不外乎也是要做人生管理啊，所以呢，我会把企业管理的概念带进去我算命的客人当中。好，我希望说他今天来找我算命之后不是左耳进左耳听，然后右耳出，然后呢走出这个门之后完全就忘记刚刚讲的事情了。我希望他把命盘带回去之后，他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做，然后呢，他甚至明年再回来找我，告诉我他这一年有什么改变。
那随着这个流年运势本来就有强有弱，有些人呢，他在强运的时候，他做到好选择，他接下来就平步青云。他如果刚好流年运势走到弱运了，那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高低起伏，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修身养性，等到强运来的时候呢，再往上走。每个人都很公平你有强运，我也有强运，你有弱运，我也有弱运，所以这就是说，每个人他其实都还是会有起起伏伏的不用去羡慕别人你只要专心呢在你自己身上就好了。那另外我在咨询跟企业方面的话呢，是有拿到职涯咨询的一个专业的执行师，然后另外呢还有 NLP 的国际认证，然后这个是跟大脑运作效率比较有关联的。然后另外在劳动部的部分呢，我也有去上那个人才发展与组织发展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是跟管理学院比较有相关，是跟人资的部分有关那做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我在学校教课，然后呢，同时之前的工作经验是在企业里面当品牌行销去管一些专案的计划，所以我把这些经历呢加总起来之后呢，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在走这一条路也是觉得我在公司上班好吗？还是我在学校上课好吗？我当然也会有这个问号所以我在探索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可以帮助我亲朋好友做这件事情，于是我就去学了算命刚好那个时间是疫情疫情当下很多人都有不确定感然后当然这不要讲我们个人的，就连总统可能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在那个时间点我去学了算命，同时间呢也在学校教书，而且我还在公司上班我真的是身兼多职，所以那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我要不要转行。那当我把这个念头浮现起来之后，又加上我学了算命，我知道那一年就是我转行的契机，所以我就把公司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呢专心在学校上课，以及做我自己的算命品牌也还不错，活到了现在，因为疫情过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也还活到了现在。于是呢，我再去自我精进，比如说职涯咨询的部分，或者是在公开演讲授课的部分，甚至是办一些团体的一个破冰的活动那这个等一下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下一页。好，那所以我们的品牌呢，本身分成2个部分。如果你是个人的话呢，在个人的部分，我们有品牌的优势，那个命盘的优势分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算命算出来会有个命盘，到底你的命盘里面比较优势的到底是哪一项？那我就找出来让你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当然就手上有武器了嘛，你当然会比较有信心对不对？你不要说，当然了，我还是告诉你缺点在哪，那你缺点的部分就把它避掉嘛那还有呢，就是流年运势，这个通常在过年的时候非常夯。我好不容易过年那一波忙完了，现在才比较有时间，刚好学校也开学了，所以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流年运势这件事情呢，也就是告诉你说，今年、明年、大后年，刚好你的运势是走到强运还是走到弱运？那你刚好又是犯太岁吗？还是说你有一些意外血光？那当然你就要稍微避开。那另外有些人是风险管理的概念比较强，他会来找我算10年的流年运势。那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10年是一个大运，所以当他算了一个10年的流年运势，他就会知道哪几年是强运，哪几年是弱运，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去布局他的事业了。比如说5年强运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他，绝对不能躺平，你也不需要去学校上课，你就是乖乖的去冲刺赚钱，因为强运贵人多机会多，你就不要浪费了这个强运。但是当你走到弱运的那5年的时候呢，去休养身体，因为那个病变你会病变的状态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学习。当你来这边学习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出去赚钱的，对吧？你今天来这边上课2个小时，你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就是去外面工作2小时的薪水嘛，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进修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步在赚更多的钱的。那这个时候，当你没有这个赚钱的契机或大环境不好，就会来读书。那等到你充实知识之后，你开始转型，开始跃升，接下来强运，你就可以开始往前冲了。所以它就会有5年的强运、5年弱运的不同的提醒。当然啦，你们是看起来比较年轻所以还是会有很多人会问我说，那红鸾年哪一年会发动呢？对，这10年里面告诉你哪几年是红鸾年，请不要躺平的，赶快出去约会。
好，多去参加联谊啦，哈，或者是扩大你的交友圈都 OK。那当然，财运啊、事业工作啦，都会在这个运程当中稍微做一个提示哈。好，那另外呢，我把命盘优势的这一块啊，跟职涯咨询，还有所谓的创业咨询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一些概念哈。命盘优势，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适合走艺术领域的话，那你的职涯要怎么铺路？所以我把这两件事情呢加在了一起。好，所以就做了一个咨询部分。那其他就比较常见，像是姻缘的合盘呐，还有你要结婚的话要择日啊。那企业方面呢，因为我刚刚说我是商管的老师嘛，所以我在人资的部分，好，尤其企业里面会有一个人资部门，他们会干嘛？他们会选才，然后育才，就是教育那个精英。但他们会选择是什么？应聘嘛，会应征嘛。好了，那如果你今天是个人，我告诉你走哪一个领域比较好。那企业呢，当然也要想要招到那个比较好的精英啊。所以呢，你知道人力市场就会有供需两端需要被满足嘛。那如果我把大家或者是学生们都教会说，你们出去哪边做哪些事情，对你来讲会比较有竞争力的话，那这个至少供给市场就没有问题。那但是企业呢，它是需求端啊，它想要招到的是更好条件的人，或者是比较适合他公司发展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跟我们商管啊分析，或者是说跟我们算命有关。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大老板，尤其是有钱人他比较迷算命。我有听过一些分享就是猎人头公司的分享，他这样分享，他说为什么他们要来找猎人头？一个老板、一个企业、一个人资部门主管，他为什么去找猎人头？肯定是平常的就业市场找不到他要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去找猎人头公司，那他的条件是不是相对就会比较严格？好，所以这时候呢，就会有奇奇怪怪各种不同的条件出来了，包含说哪个星座的我要，哪个星座我不要，哪个生肖的我要，哪个生肖的我不要。就是老板啊，迷信的老板们都这样子哈。还有包含说，你那个履历给我的时候啊，我会先找我的算命师配一下啊。如果配不 OK 的话，这个履历就不需要叫他来面试了。我跟你讲，这个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同时我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之前在建设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做专案管理，结果呢，我后来才跟那个就是当初面试我的人就稍微私底下聊天，我才知道建设公司的老板超级迷信的，他是先配了董事长、总经理老婆3个人的生肖，配完这个人才会被录取。也就是说，我被录取的是表示跟他们3个人很合啦，好，是这个意思啦。好，那建设公司呢，你不要讲他所有要拜的行程啊，比你现在知道的还要更多。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尾牙，尾牙不是只有吃饭啊，然后抽奖，不是那个尾牙，是在整一个农民历或者是所谓的节气里面有个叫尾牙这件事情。那有尾牙，有没有头牙？有，所以建设公司也会拜头牙。然后这时候我才说，哇，那这个头牙你还要择个日期，然后呢选定哪个时间点，然后呢才会去拜拜。所以他们的算命老师呢不止一个，大概有2个到3个在口袋名单当中。然后呢什么问题都会去请教那个算命老师。然后每一次呢去请算命老师的时候，一叠厚厚的红包现金奉上给算命老师。这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也要当算命老师，看以后可不可以拿到那个厚厚的红包。好，所以呢，有些有钱人他其实迷信是到这个程度的。那当然，我们不且不论玄学不玄学，只要他觉得那是他的安全感的话，那我们就尊重他。好，只是要告诉你说，很多猎人头公司，他其实背后还是会跟算命老师或者是星座老师去做合作。那这个就会取决于他有没有办法去录取你的那个关键点啦。那当然这个关键点就不一定会掌握在你手上，因为你不可能改运嘛。但是你可不可以在他面试的时候凸显你的优势，还是可以的哦。好，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职涯跟生涯的这2个部分。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我，职涯跟生涯有没有不一样？
好，首先职涯会比较定义在职业发展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好，除了让自己的工作啦、专业度可以更专精之外，大家都还蛮年轻的，所以你后面还有一大串的职涯可以等着去好好规划跟发展。那生涯呢？好，最简单来讲，生老病死，对不对？从小时候出生，你读哪些学校，你的生活交友圈又是哪些人，然后呢，一直到了要不要结婚生子，然后要不要成立家庭，然后老年的时候你是怎么过退休生活的？那你跟家庭的关系是什么？这跟所谓的我们人生的规划都会有关联。所以你会发现说，有很多人他的人生规划是有要结婚的。那有些人的人生规划是没有要结婚的，这个是比较大的区别。那有结婚的可能又分我要有小孩跟没有小孩，那有些人又会分说我退休了，我老了之后我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退休生活，所以他也会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规划。所以职涯跟生涯这两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重叠性。那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是八字那这个八字呢是拿今天出生中午12点的人，他的八字就长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也不是要教你八字，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在八字里面怎么看你的生涯跟职涯。首先8个字就是8个字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跟那个子丑寅卯十天干地支把它加在一起的8个字。那这8个字怎么来的呢？分别是你的年、出生年、出生月、出生的日子以及出生的时辰。好，这4个去组成八字。那这边科普一下，如果你的出生时间是不知道的、不确定的，可不可以来找我算命？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呢，8个字里面你那个时间就不知道，对不对？就少2个字。可是问题是你的另外6个字还是看得到一个大概，所以大概7-8%是 OK 的，没有问题。那为什么我说我还要再学姓名学？因为姓名学基本上是补足你刚刚讲那个时辰不知道的那个部分。那如果你今天不知道出生时间，你可不可以去算紫微？比较不行因为紫微盘是所有的资料都要正确，那个盘才排得出来。但八字没有，八字就少2个字，然后我再用姓名把它补上去就没有问题了。好，所以这个就算你今天时间是不知道的，仍然可以来找我算命。好，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先讲了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知道之后，它代表什么意思？它代表的是根苗花果。也就是说，你人生的走向就会从在那个泥土里面还没有长出来，然后接下来变成一个小豆苗，然后接下来呢开枝散叶，最后呢开花结果。所以这个八字同时间也代表了20岁、40岁、60岁跟80岁的运程。那讲到时间这一条的时候呢，80岁，也就是说我通常八字就会看老年运。如果他今天在老年运的这2个字代表的不错的话，就表示他老年可能第一个有财，第2个吃喝玩乐不错，第3个一路顺遂。好，所以他是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时间段的运程。好，那讲回来职涯这个，我们在工作上来讲除去你是正常学生的话，通常都会在22左右大学毕业嘛。以台湾来讲是大学毕业。好，那你就会开始进入职场了。所以进入职场一直到退休，刚好就是中间40、60这个阶段，好，职涯的发展的一个巅峰期。那现在很多人可能还会在读研究所，所以时间段还会再往后面延一点，可能会延到了25岁、26左右，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退休年纪也开始往后延了，有不一定是60岁退休，有时候65、68、70都还有头好壮壮，然后持续在职场上面发光发热，都还是有。所以这个职场的这一段时间占了我们人生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部分，对吧？你同意吧？对不对？这么久的一个时间段跟你的人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对职涯这件事情开始有困惑？除了像我上我课的那些大4的学生，我就开始问他们：你们来上创业跟创新，你是想要创业吗？当然有一部分人就是摇头，我是来拿那个学分的。但有一部分的人就说：我有一个创业梦。好，那这时候我就会先评估，或者是跟他讨论：你有创业梦没有问题啊，你有没有创业家的特质呢？
对吧？你有梦想，但你有没有特质，或者是说你本身所具备的能力有没有符合你想要的这个梦想？所以其实，在你学校阶段就开始在做探索了，然后到你进入社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都还在尝试，然后一直到你开始稳定下来了，然后在社会上呢也有一些贡献价值，甚至是拿到不错的收入之后，接着就要开始往退休的部分走啊。所以这个期间里面都会有一些疑问啊，或者是你会想要去探索的部分。好，这也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哈。好，往下。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姓名学八字，其实它是天生的命盘哈，天生的命盘基本上改不掉啦哈，所以我才会说有些优势，你既然天生都就已经带来了，那你当然要好好的用啊。所以在八字里面跟姓名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适合哪些行业跟领域。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如何赚钱跟理财，有些人就是适合正财，就是乖乖的去公司上班，然后每个月拿薪水；有些人呢就是专门去跑业务拿奖金，然后尤其是那个风险越高的，跟赌比较有关系的，他反而拿的越多钱，这是有可能的哦。所以在命盘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几个不同的状态。那职涯跟人生规划是比较跟后天的，跟你选择的赛道有关。比如说今天我刚刚讲了啊，你都去公司上班啊，去哪一个公司上班，去哪一个行业别上班，去哪一个领域上班哦，都叫正财源啊。好，所以职涯跟人生规划是属于后天，而且它叫做变动性很高，是个动态的。随着你的社会经验够多了，好，随着你的那个整个眼界大开了，那个职涯的动态呢就会开始做调整。好，所以才会说有些人的年轻的时候来咨询一次，然后呢到了壮年期又咨询一次，然后一直到了被裁员了又来咨询一次，因为它是动态的。好，下一页。那这边给大家一个观念哈，就是说你今天在找所谓的职涯咨询规划人生的这个道路来讲呢，有3个最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是我，就是你本人呐，你自己。第二个就是他，人际关系，他，别人。第3个就是环境。这个环境，你在台湾的环境，在美国环境，在日本环境就不一样。那如果以我来讲的话，通常我们会做几件事情，我们会想要先探索自己，然后接下来呢，建立一个标准的轮廓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维持这样的角色，或维持这样的形象。好，那这个探索期呢，每个人不一样。有人小时候就探索完毕了，然后马上就，比如说他有音乐才华，然后他可能就他可能就去音乐系了，然后他可能接下来那个角色跟背景专业都会维持得很好。那有些人一直到30几岁、40岁还在探索他自己，因为他找不到那个他可以维持的那个点，所以他依然在探索他自己。那如果你今天是人际关系的话，职涯的部分你常常会遇到什么？一定是人嘛，你旁边的同事嘛，你的长官主管嘛，你的属下嘛，还有甚至如果你就算自己在工作好了，像我一样，我是算命老师，我今天在工作，我是一个人工作，可是我的客户是不是我的人际关系？是嘛，对不对？所以人际关系会有什么？我跟这个人相对应的角色，还有我在家庭里面我担任的责任是什么，以及我在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我跟对方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家人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还是上下属关系，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在人际里面就有这些不同的一个方面要去注意。那在环境呢？好，在环境这件事情，大家应该会蛮了解的，因为在疫情之后，很多的一个大环境或者是我们已经熟知的状态都改变了，所以这个环境呢，不外乎就是你所处的地区是亚洲社会还是欧美社会，那你所处的领域是艺术领域还是商业领域还是社工领域等等的。那最后还有是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环境所发展的时间现在是传统吗？还是新世代？还是说接下来要走到什么未来科技什么什么世代？好，这都不太一样。那我们自己跟人际关系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我们一定会有竞争，我们会有合作。那在命盘上面或你的职涯咨询上面，你遇到的到底是什么状况？你是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跟你竞争，
还是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合作？这就是职涯上有时候会发现的问题。那同样的，我跟环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今天到底在台湾发展好，还是在美国发展好啊？我是要顺势而为，还是我要去勇敢的突破啊？今天这个传统产业，我要不要去做一些革新啊？这个就是你在职场上也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就要由你自己做出发，然后跟人际、跟环境去做一个互相的搭配跟变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职涯从年轻问到老，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变动啊。你只要一变动，你就会发生事情啊，发生疑惑，你就会想要来问啊。好，这个可以理解了嘛？其实你在这个所谓的职涯发展过程当中，你都会面临到这3个重要的关键。好，下一页。好，那当然就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嘛，比如说你自己的社会期望是什么？你现在手上，你这样身上有没有压力跟责任？然后你的年龄段遇到的是哪一个时间点？是15到25岁，还是35到45岁？好，以我们职涯咨询的领域来讲啊。最高峰的年纪是25到35岁会来问，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可能先工作了或先打工了，然后他发现这世界怎么长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然后这个上司怎么那么机车，然后那个同事为什么那么不亲切啊？我的所长到底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公司立足，或在这个职业上立足？所以 question 就出来了。所以25到35岁。好，是你初入社会之后，开始工作了2次3次，换了一下，突然间迷茫了，我到底要去哪里？所以25到35岁是一个高峰期。那接下来呢是45左右，为什么是45？因为有的人呢公司待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要创业。那这时候他就要思考了，我创业会不会活下来啊？我家有老还有小。那我创业活不活得下来啊？所以大概45岁左右的这个壮年时代啊，又开始了，很多问题又跑出来了。那我最新听到的一个观念，一个状况是，很多人可能会在50岁的时候被裁员，因为他的整个创新的状态跟不上世界的潮流，所以这些大企业宁愿把这些老臣裁掉，也要去找新的或者是年轻的员工，因为他们有办法去做一些创新革新，把他们整个企业往前带。那这些就是所谓的被裁员的中阶主管，不上不下的中阶主管，他就会面临2度就业、3度就业的可能性。好，那现在呢，我看到坊间里面无论是劳动部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讲座，他们开始都在推一件事情，就是职场的友善就业。这个友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高龄。他们开始包含说高龄者要如何去一个新的就业市场，然后他们要如何去学一些技能，让他们得以把这个职涯再延续下去。好，所以他们接下来就会开始有些银发族相关的课程或者技能的精进开始在走啊，你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哈，或者是赶快为你的那个未来去做一个布局哈，因为除了 AI 科技是大家比较熟知之外，其他的还没发生的都有可能在这未来20年当中都会发生，所以你要时时的保持自己是有一个随时就顺应着时间点去做更新的一个动作，而不是说我今天学了 AI 不错，我应该可以活个10年，万一10年之内又有个什么新技术来了，你突然间又没办法应变怎么办？你还是会被淘汰啊。所以随时都要保持一个学习的心。然后再来就是社会角色，包含说你现在是单身已婚都会有一个影响，还有你是本身是父母，还是说你是别人的子女，那当然你的社会责任压力都不一样，还有你是基层呢还是那个主管，你管的人或者是你只要守好自己的本分，那我对带来的一个工作上压力也不一样。然后最后就是你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还是你比较圆融的人啊？圆融的人也有人际关系问题啦，比较自我的人也有人际关系问题。所以在职场上面来讲，每个人的应对措施或者他遇到问题也会都不一样。好，下一个。来，我们等一下看一段那个型男飞行日记的影片短短的它中间是要讲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主角 Ryan 他是一个企业资遣专家，也就是说呢，他的工作就是跟人家讲说你被 fire 了，
然后呢再拿一份就业的那个提案给他，看对方要不要接受。他一开始要面对的都是什么？我被 fire 了，这种震惊啊，然后难过啦，然后失落啦，愤怒的这些员工，当然就不太好受嘛，因为你一开始都要面对他们，那他就要拿着企业的这个之前的原因去面对这一些员工，所以他是之前的专家，那当然他就会看到很多被解雇的人，他背后所面临的所有的一些责任跟压力。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What do you suggest I tell them? Perhaps you're underestimating the positive effect that your career transition can have on your children. The positive effect? I make about 90 grand a year now. Unemployment is what, $250 a week? Is that one of your positive effects? Well, we'll get to be cozier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pay my mortgage on my house, so maybe we can move into a nice fucking one-bedroom apartment somewhere. And I guess without benefits, I'll be able to hold my daughter as she, suffers from her asthma that I won't be able to afford the medication for. Well, test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under moderate trauma have a tendency to apply themselves academically as a method of coping. Go fuck yourself. That's what my kids will think. Your children's admiration is important to you? Yeah, it was. Well, I doubt they ever admired you, Bob. Hey, asshole, aren't you supposed to be consoling me? I'm not a shrink, Bob. I'm a wake-up call. You know why kids love athletes? I don't know, because they screw lingerie models. No, that's why we love athletes. Kids love athletes because they follow their dreams. Well, I can't dunk. No, but you can cook.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r resume says that you minored in French culinary arts. Most students, they're working the fryer at KFC, but you bust tables at Il Picador to support yourself. And then you get out of college, and you come and you work here. How much did they first pay you to give up on your dreams? 27 grand a year. And when were you going to stop and come back and do what makes you happy? Good question. I see guys who work at the same company for their entire lives, guys exactly like you. They clock in, they clock out, and they never have a moment of happiness.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 Bob. This is a rebirth. Now, if not for you, do it for your children.好，下一页哈。来，刚刚那个影片呢、他在之前员工嘛，但是你看到他这位叔叔好了，这位叔叔在讲什么？我有家庭我这样一年损失多少钱啊？第二，我有小孩你要我怎么跟小孩讲？第三，我们的主角叫 Ryan， 他就给了他，当然他知道这个愤怒，你就算怎么安慰他也没有用，他就问他说。我看你的履历啊，你是有烹饪的技能的，然后他就会觉得那又怎么样？你能够去安抚我现在被你之前的那个心情吗？他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给他一颗球，告诉他说你的烹饪技巧远远的比一般的人还要好，那你要不要去实现你的梦想？这时候这位叔叔就我们刚刚讲那个壮年被资遣的人嘛，对不对？壮年的时候被资遣的人，他是不是开始就会思考说，对，我可能曾经为了家人、为了小孩、为了什么什么种种原因而放弃了我当时的梦想。那这时候我可不可以再把它捡起来，然后再一次的去实现它？于是呢，他突然间就安静了。那当然 ，Ryan 的这个说法呢，他也会接受了嘛。我能不能再去实现这个梦想？好，下一页。
所以等一下我们先来做几个体验哈。我算命比较没有那么的玄学啦，我刚刚讲过嘛，我比较喜欢用一些比较能够跟大家互动啦，或者是比较一些探索性的方式。所以我今天有带一个红花卡，它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为基础来做设计的牌卡。那这个牌卡本身是一个諮商心理师去创造的，里面所有的呢牌卡的内容都是一幅图片，这个图片里面都没有文字，所以今天你看到的图片，你看到图片之后，你的感觉跟他看到同一张图片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好，那我们等一下呢，这个牌卡本身有90张哈，当然它的这个摄影的那个细节度还蛮强的，当然里面会有喜怒哀乐啦，会有人物啦，会有动物啦，会有大自然都有。那它主要就是把这件事情来用这个牌卡来做一个互动。好，来下一页。等一下呢，我们就3-4个人一组，目前看起来人应该有40个左右哈。那最少2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牌卡只有90张哈，我不太可能每个人发1张，所以我还是会每一组大概发个6张左右，所以大概3-4个人一组哈。然后呢，等一下呢，你手上拿到牌卡每一张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你可以去挑。我们今天简单一点就好了，我们去挑一张你觉得那个是你未来的生活，那个是你未来的工作的一个职涯期望，你就拿在手上，你就不要被人家抢走。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开始在你的小组里面去分享你为什么会挑这一张，你为什么会挑这一张，你的期望是什么，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呢，现在我们来花个时间，大概3分钟左右，来跟你旁边的人也可以，跟你熟悉的人也可以，3到4个人一组。好了吗？好的话就把卡片收回去给助教哈。来，然后呢，我这边有一个名额让大家来做分享哈。来，这个是一个蛮可爱的那个桌历。好，这个桌历呢，我知道你们现在有的人不再用桌历了啦，但至少放在这个桌上嘛，然后就你可以写东西啊，抒发情绪哈。来，那愿意上来分享的就来这个桌历。你来，你举手了，很棒，非常的有勇气。好，这个先给你，嘿嘿，然后这个红毯给你。这是我跟大家秀一下，这个有开，这个有开麦，直接讲。好，这是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来，他要分享咯。这张图我拿到的时候，最后我会联想到2个主题，然后第一个主题就是大家在工作的百忙之中会偶尔会聚会一下，大家想要吃个饭聊聊天，然后就是要讲一些工作的心事啊，或是促进一些同事之间的感情，然后大家做一个小聚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当新人要结婚的时候，然后通常来讲就是会宴客，然后也是会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如果说看到酒杯的话，就是要跟我们的新人，然后男方家长还有女方家长，然后进行做敬酒的动作。好，谢谢。他请回去哈。这位同学他刚刚是有跟我私底下分享，他说他拿到的是一个啤酒玻璃应该说葡萄酒杯，然后放在餐桌上的这个图像，他觉得那个在工作的场合，他希望大家是可以随时随地啦，来一个下午茶啦，然后呢工作完毕之后大家去小酌一下啦，然后有个聚会的感觉啊，这样子。不过那你要去的公司应该要蛮大的不然就没有人要跟你小酌了。好，来那个卡片让我们的那个助教收起来，然后呢，如果你还没有收的话，没关系哈，等一下会课后的时候再交给我哈。然后那我们先进行下面的阶段哈。我们助教很忙，谢谢你哈。好，还有没有人有感动的？就是你在分享过程当中，突然间觉得热泪盈眶，那应该是未来的我，但是好像没有让他达到。
好，没关系，你等下课后都还可以跟我分享哈。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职涯跟生涯的困扰会有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我跟同事相处的不好，所以我觉得很困扰。好，这个是常发生的哈。第二个就是呢，我该不该转行啊？也就是说，我今天已经做了这个餐饮业做了1、2次了，我到底该不该转行啊？还有一个问题哈，再往下。接下来就是有些人会在这个领域看不到未来，比如说他刚好进入了传统产业，结果呢过了2、3年之后，发现这个传统产业越来越没落了，那他该不该转行呢？好，这是一个。再来的话就是人生没有价值，因为有些人他比较追求的是内心是怎么了？好，等一下。有些人呢会去追求是内心价值，所以当他的内心价值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突然间大灾问，人生大灾问就出来了。那有些人是因为过不了那个关卡，变成忧郁症，甚至可能就会选择去自杀。好，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有任何的问号，记得吗？好，你有任何的问号，我都希望你可以找我聊聊也可以，或者是找你旁边的一些亲友，或者是所谓的社会上的资源去帮你做一个回答或者是分析哈，千万不要自己钻牛角尖哈，那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不小心钻进去了，你还要很复杂的把它钻出来哈。来下一个。好，那所以我正在推广的就是命盘的优势加上职涯的一个探索跟分析，所以我在高中的工作坊也有尝试过这种状态，好，只不过他们玩的牌卡跟我们玩的牌卡不太一样，好，因为高中生他想要知道的是他选哪个科系，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我去高中的话，就是做这个八字去结合那个所谓的大学的学群探索。那另外也有在几个地方去做公开的演讲跟工作坊哈，那就是在推广说，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八字命盘的话，你的优势以及跟你的职涯的一个发展可以怎么样去做结合。好，下一页。那我在职涯的这个咨询上来讲，我用的是一个人生设计卡的那个卡牌。那这个呢，是由3位心理咨商师自己设计出来的，所以这个人生设计卡的这个基础的理论是来自于心理学上面的理论，所以它是有依据去发展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比较普遍化的桌游啦哈。那我今天也有带来给现场，只是说呢，它只有1副牌卡，通常就做1对1咨询，所以我没有办法为这么多人去做咨询跟体验哈，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红花卡的方式来让大家做一个探索。下一页。那这个职涯卡呢，分了有3个不同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职业，很多人呢就会想说，我的梦想职业是什么？讲不出来，那我们就靠职业卡让他去做筛选。好，曾经就有一些客人啊，个案啊，他就是筛选出来之后，他想要做动画设计师。那我问他说，那你有去进修动画这相关的吗？他说不敢。我说为什么不敢？好，这个就是我们职涯过程当中常常发生的哈。他选了一个梦幻的职业，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好，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能力卡。能力卡就是表示说你手上有什么能力，就像你去玩桌游，不是，就算你去玩手游啊，然后电动一样，你手上总会有几个能力值嘛，对不对？你要么就擅长直接用拳头打，要么就直接有人是拿武器，有的人是用那个魔法攻击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身上魔法那个能力不一样，那我就有用能力卡的部分去做一个筛选。在第3个叫做价值卡。每个人心里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想要成为助人工作者，所以对他来讲帮助人的成就感比较大。那有的人呢是讲求经济报酬要比较大，那也有些人是觉得家庭对他来讲这个价值比较大。像刚刚分享的那位同学，可能对他来讲内心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叫做人际关系融洽。好，所以我才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小酌一下啦，或者是做下午茶。所以他内心的价值不一样，他选择的内容跟职业就不一样，他总不能选一个关在房间里面工作，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到大企业去，那个同事才多啊，他的人际交友圈才有办法符合他的想象。好，下一页。好，所以通常咨询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分辨。那当然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用自己去做判断。你在判断你适不适合这个工作，或者是说你本身在这个职业上来讲，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个自己的筛选。首先，你的职业跟你手上的能力有没有落差？如果你今天要从事的这个工作叫做服装设计，
那你有没有相关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你去进修才是对的啊！你不要说什么最近 AI 很红，所以我就去上 AI 的课；最近 ESG 很红，我就去上 ESG 的课。问题是你有没有要走类似的工作，你才去进修才是有道理的。好，所以工作跟能力中间会有一个落差值，我们会靠牌卡去做一个筛选跟厘清。好，下一页。另外呢，就是你这个职业跟你本身内心的价值有没有符合？如果你今天说我就是要做一个助人工作者，结果你选出来的牌卡叫做什么？游戏设计师，或是游戏程式设计师、工程师之类的。那通常都面对电脑，那你还说你要助人，那人在哪里？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内心的价值跟你所选的工作发现不一样，你就会觉得我怎么越做越失落，越做越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就全身上下不知道哪里生病一样，感觉不太对。好，这是因为你的内心价值没有符合。所以通常呢，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这个价值跟你的工作完全不符合的情况之下，你的转职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人家叫你转你就转，而不是人家社会跟你说那个高薪，所以你就过去。这是不一样的。下一页。好，那我们来走回来讲一下八字哈。有些人会对八字或者是这些命理比较有兴趣。其实呢，我们八字也会跟星座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特的个性。通常如果你的八字是属于木的甲木乙木的人，你本身的个性就会是比较温和的，常常照顾别人的。那如果你本身是属于丙火丁火我们讲说金木水火土丙火丁火的人呢，你本身会比较开朗亮眼，火能量比较强。然后另外你是属于戊土己土的人呢，你比较稳重，重感情，重承诺。好，那再来，如果你属于庚金跟辛金的话，因为金是金属嘛，是刀剑，所以你的做事会比较果断，而且会比较善恶分明。好，那你今天如果是属于壬水癸水的话，因为是像水一样的流通，所以你比较爱自由，然后你比较创意无限。好，这种方式。拿下一页。那我刚刚是有讲到说，其实在八字也可以看你的适合的行业别，是可以的哈。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是属于木头的人，我刚刚讲他比较亲和力比较高嘛，所以他就会比较适合像是宗教、文化、教育这一类的。那如果你今天是属火的，我刚刚说他能量很强，对不对？他就适合做业务啦、瓦斯啦、烟酒啦、餐饮啊这一类跟火有关的。那如果你今天是属于木头属于土性格的人的话，他比较稳重，他比较有守性，所以呢，需要诚信的行业有哪些？会计啊、财务啊，甚至是房地产啊、营建啊相关的。你今天如果是属金的话，因为比较果断、闪华分明，所以你会比较适合的就是仲裁，或者是鉴定类，或者是跟金属比较有相关的一些行业哈。那如果你今天是属水的，我刚刚讲自由度很高，所以就是那些流通性高的行业，比如说观光啦、运动啦这种，它需要很大量的流通才会赚钱的行业，还有包含音乐啦、消防啊、清洁、贸易这些都跟水比较有关联。下一页。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八字加姓名学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刚刚讲五行可以看到你适合的行业别以及你的特质之外，同时间呢，流年运势会告诉你今年适不适合转职，或者是说你今年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个流年运势也看得到。那当然在职涯咨询跟创业咨询部分，我们就会分两种去帮大家做定位。像职涯咨询的话，因为你是受雇者，所以你可能要先确认的是你有没有选对行业，或者是你内心价值有没有符合。那如果你今天是创业者的话，站在我们企管老师的观点来讲，你一定要有一些1到3年的创业计划，然后你的收支有没有办法平衡，然后以及说你在创业的时候，这个产业环境的竞争者有哪些？好，这我们在咨询上面就会分这两个。下一页。好，这个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个案分享哈。他本身来找我算命盘的优势分析，然后同时间呢也做了一个职涯咨询。那当然他的年纪跟大家差不多，所以我今天就把他稍微分享出来，但是你们不要去漏搜他，因为他那个所有跟我咨询的人或跟我算命的人都是资料保密的，所以他的资料我是有改写过的。但是因为他的年纪跟他遇到的事情，应该是跟你们有很大的相似性，好，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是个案的状况哈，他本身呢已经长期在学歌唱。然后呢，家境普通，所以他还是必须要自己出去赚钱。那另外呢，他在那个抽牌，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人生设计卡给他抽牌的时候，发现了
他还蛮喜欢做行销方面的工作，比如说行销企划或者是一些小编、社群小编等等的，所以他这个牌卡抽的比较多啊。另外呢，他的内心价值呢，他希望他可以去影响别人，表达自己，所以他在价值卡那边也抽了几个他觉得蛮重要的价值。好，那他也有算命盘的优势嘛？他是八字是属丙火的。那我刚刚讲到丙火是什么？火能量高，很亮眼。对，确实他也长得蛮漂亮的，也蛮帅气的。所以呢，这个亮眼的部分呢，我会建议他把这个优势好好的保留下来以及发挥。另外呢，丙火呢，我们讲火能量高，也会希望在宣传或者是行销，甚至是所谓的广告影音方面，也是火能量比较强。好，因为广告影音要干嘛？红红火火才会赚大钱啊，所以广告影音就是属于火能量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也就告诉他说，其实在广告影音部分，你也是可以去做琢磨的啊。另外，他的命盘里面有艺人命格，也就是说，他今天如果是多才多艺的话，他可以靠才艺就赚到钱。好，这个是他整个概况。下一页。好，那这个旁边就是他排出来的牌卡的牌阵哈。那这个牌阵呢，当然不是说你这样排就有什么魔法了，不是。这个牌卡就是纯粹就是你怎么排，然后你自己拍个照片做一个纪念跟留存哈，可以让你知道说你此时此刻这个岁数你希望的是什么。那你明年后年会不会看到你自己的成长？好，那所以他就排了一个牌阵，然后呢，本身我给他的建议是说，因为他喜欢行销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建议他就职的时候就先选这样的工作，累积一些经验值。然后另外呢，他的歌唱技巧呢，因为他有艺人命嘛，对不对？所以歌唱技巧这件事情也持续的跟他的老师学习，好，不要中断。那同时间呢，他因为八字属丙火，适合广告影音，所以他的内心价值是什么？我希望我可以影响大家。那我就说，那你的歌唱的这个技巧就要去做词作曲啊，或者是有一些作品可以去宣传给别人，甚至是你的对于生命的体悟，都可以用这个歌唱作词作曲表达出来给大家知道。好，所以你就要去累积一些作品，然后呢去满足自己内心的价值。那歌唱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一触可及的话，你就透过行销方面的工作先为自己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呢同时间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可以去发展你的歌唱作品，这样你是不是就你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了嘛，对不对？而不会说他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呢又不知道自己学的歌唱能干嘛。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兴趣跟工作可以做结合的一个个案分享。下一页。好，那当然讲回来，我们没有那么玄哈，所有的不论你是牌卡也好，还是说算命也好，甚至有人是做星座塔罗，甚至还有人去上一些身心灵课程都没有关系。它都是探索自己的一个工具，你只是可以把它综合去运用而已。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希望呢这些牌卡或咨询是给我的算命客人可以多一分的建议，好，因为他们来就是想要知道一些答案嘛，那些答案不如就给他一些方案，那个方案是他可执行的方案，他就比较容易去改变他的命运哈。好，下一个。好，所以我们看一下，难道你说，老师，难道这五行嘛，金木水火土，我今年我如果这一生出来就属土，难道我就要去做什么营建吗？我就要去做什么财务吗？我又对那个不熟。没有哦，我们是要善用这样的特质。比如说属土的人，他是宽厚的，他如果今天去做业务，他能不能让对方他的客户感觉到他非常的重信守诺，可以嘛？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获得他客户的青睐。那如果你今天是属火的人，难道一定要走广告影音吗？一定要走餐饮业吗？不一定啊，他如果要去走律师，可不可以？可以，用他的一个火能量、乐观的性质去对待他的当事者，让这个当事者可以在这个官司的过程当中获得一些安慰。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善用特质，在你的职涯的发展上面来讲去做加分。好，这个加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下一页。好，那很多也是有人会问说，难道你是諮商师吗？现在不是对那个什么什么心灵课程感觉到很奇怪，对不对？好，不是哈，咨询跟諮商不太一样，给大家科普一下。諮商师他是一定要有国家班的证照，而且要有一些心理或諮商系所毕业的一些相关的条件，但是咨询不是，所以我们不会做心理諮商方面的事情。可是如果在晤谈的个案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心理议题确实
是蛮大的，这个可能就会要请咨商师介入，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咨询的过程呢去转介给咨商师，好，咨商所，好，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人生设计卡的这个牌卡，它不是随便的桌游，它是因为是心理咨商师去做设计的，因为在他们的临床个案上面，很多人都是已经走到一个不得已咨商的状态，那他当然希望可以用咨询的部分先做一些让大家可以活得更好，不要走到一个咨商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忧郁症的状况产生。所以如果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各心理的议题其实还蛮严重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转介给咨商师。那这边也给大家一个消息，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的政府有给15岁到45岁青少年有免费3次的心理咨商的补助。好，这个在你可以上网搜寻这样相关的资讯哈，因为很多心理健康的议题，有些人是花不起那个钱，那政府就有尝试要给青壮年一些支持的方案，所以大家都会有3次免费的咨商的一个扣打，好，你可以上网去看看有哪些咨商所是可以去做预约的。咨商不是看病的，好，你不要误会说，我是有病才去咨商吗？不是，它是用有方法、有条理、有理论的方式去帮你处理那个问题。好，你找他聊一聊，哭一哭，搞不好就好了。说不定，对不对？好，你自己想钻牛角尖，怎样想的不太对怎么办？好，所以其实咨商是一个方法。那我们这个咨询呢，就是帮大家去做现状的厘清。像我刚刚用的红花卡，就是在咨询当中可能会用到的。那当然我还有其他的牌卡，好，都会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辅助。有些人就是看图片比较有感觉啦，有些人就是看文字比较有感觉啦。好，所以这个是帮助大家去做一个定位，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3个职涯的关键点，人际关系跟环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会在咨商的时候去厘清它。那我当然也会提供一些社会资源，因为我发现说有些人虽然他有听懂了，但是出去之后他仍然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创业，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好，所以我这边有一些合作的方案。再往下。我自己会想说，如果我在学校教书啦，那常常会看到很多学生都会跑来问我说，老师，我选这个课到底对我未来有没有帮助啊？或者是说，我今天来找你算命之后，我到底未来要怎么走啊？所以还是会有很多问号。所以我极力的在推广一件事情，就是人生路径这件事情，我们要打造一下人生的路径哈。很多的算命老师可能跟你讲一讲之后你就离开了，就没事了。那我会希望说，我可以陪你比较久一点，看看你在这个所谓的人生的规划上，或者是职涯规划上，有没有哪边是需要大家去支持的？就是我们讲说社会资源的部分，好像是社会资源异业结合下面，我就分了4大点哈。比如说你是个人要求职，那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形象照，或者是我就找一些还不错的厂商推荐给你有的人可能要去留学，那有没有一些很不错的公司可以去做代办？这个我都会去做一些筛选，然后推荐给我的客人。那另外呢，像是创业咨询的话，可能还跟会计税务有关，甚至会跟智慧财产权商标有关，还有一些是跟法律顾问有关。那我这边就会链接其他的社会资源来支持他。那有些人是在命盘当中他是健康状况比较好，你如果没有好的身体，你哪来的转职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会比较在乎的是我的健康有没有受到一些帮忙。所以像中医师、西医师、健康管理师、复健师，这些也是我合作的对象。那最后就是理财的部分，好，有些人他转职他可能没有钱，或者是他刚好转职的时候他也需要做一些理财的部分，所以像这个财管的老师们可以一些财商的课程，或者是一些比较风险性比较低的，至少可以让你先把钱存下来的一些方式，好，我这边也会再去找一些厂商来做合作。那另外呢，这个2家桌游呢是我最近呢洽谈的一个合作的厂商，它本身是一个桌游店，不是只有1间桌游店，它底下有10几间桌游店。好，那这个桌游店呢，我跟他有瞧好，其中1家店会让我去做这个咨询，或者是跟大家用牌卡互动的一个模式哈。那当然，它底下的这个桌游的会员呢，也会享受到我这边提供的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命盘的分析的服务哈。那当然，我们在它的空间里面呢，我就会办破冰啊，或者是办工作坊啊，或者是像一些小团体的一些晤谈啊，这个部分呢，就会在今年呢持续的去做开展。好，往下。好，这边最后就送给大家一句话哈，这个是我蛮喜欢的那个动画，就是
功夫熊猫3。好，功夫熊猫，它那个熊猫阿波啊，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成为大师的这条路，是蛮辛苦的。结果在功夫熊猫3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堆熊猫，然后呢，这时候他就心里想说，那要不要我教你们功夫啊？然后这些熊猫就说，不要啊，我为什么要学功夫呢？所以呢，就在这个功夫熊猫3这个电影当中呢，阿波就帮这些熊猫们找到了他们的天赋。也就是说，有些人就是爱吃包子，但就用包子去攻击敌人啊，有些人就是爱跳舞啊，用跳舞也不可不可以去攻击敌人，也可以啊。所以他这一部动画到最后呢，告诉大家说，你真正的力量啊，不一定要学什么武术啦哈，你真正的力量呢是源自于你自己，你要找到你自己最擅长的那件事情，然后呢运用在得宜的情境当中，好就可以去做突破。我们把优势的特质跟职涯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有超能力哈。来往下。好的，最后就是我的官方账号啊。如果你很害羞，不敢跟我互动，你就扫我的官方账号啊。记得要发那个讯息给我，不然我会看不到你哈。你记得加进去之后一定要发讯息过来。那官方账号里面呢，就会有我刚刚讲的，比如说牌卡的咨询或小活动，或者是工作坊，甚至呢你有些预约，你都可以在那个官方账号上面去点阅预约，这样我就可以跟我有保持一些联系哈。那我们这样时间已经快大概50多分钟，好，可以给大家一个给大家一个时间去做发问。